动漫作品当中常常会有那种手艺精湛又很有个性的神偷怪盗，而在现实当中，法国就有一名男子不仅超会偷，到手的赃品粗估高达20亿美元，同时他只偷艺术品，而且还不转卖，就只是放在家里欣赏而已。这个怪盗到底是何方神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艺术大盗布雷维泽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刚刚提到的怪盗名叫做布雷维泽，据说呢，他曾经在7年内偷骗欧洲各国，成功偷走的艺术作品高达了300多件，总价估计可能高达了20亿美元。因此呢，他也被《纽约时报》称作是世界上面最会偷艺术品的大盗，还有媒体说他是史上最猖狂的艺术窃贼。不过呢，这边还是要呼吁一下，偷东西是不好的，而且呢，偷到丧心病狂的布雷维泽最后的下场也相当的凄惨。那今天我们就会根据布雷维泽的传记《艺术大盗》一起来看看布雷维泽到底多会偷，怎么偷，又为何而偷呢？而这位艺术大盗最后又有怎样的下场呢？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入到工商服务时间。自己下厨时是不是常常想不到要煮什么呢？苦恼食材该如何搭配，总是缺乏料理灵感。想要灵活的运用食材，创造满满菜色变化，那这堂奇迹的以物多煮公式线上课程你绝对不能够错过。课程呢有出过3本热销食谱 ，IG 教学影片超过2000万观看的料理达人 Kazu 担任讲师，他将多年实践的家常菜心法精心整理为一套由食材、风味、形态3大元素组成的以物多煮公式，帮助你更有逻辑的搭配食材，延伸出不同的料理变化。为了让这套公式更贴近日常料理的需求，Kazu 特别挑选了8种最常见、最百搭的热门食材，让你将家常菜色轻松变化出美味新花样。现在这堂一物多煮线上课程早鸟优惠只要32折起，让你现省5000元加菜金。输入我的优惠码 Cook77，还能够再折350元。主妇、主夫们，赶快行动吧！被称作是史上最狂艺术大盗的斯特凡纳布雷维泽本人的形象其实不怎么酷，甚至有点鲁。他1971年出生在法国一个富裕的家庭当中，是家中的独生子。据他回忆他们家以前有一栋豪宅，里面摆满了各种的古董家具兵器、绘画等等文物。他小时候还常常会跟爷爷一起去古迹探险，或到古董市集挖宝。在这样子的耳濡目染之下呢，他就培养出了不错的艺术品味，甚至在进入青春期之后呢，他也依然非常着迷于各种艺术文物。当同学都在打电动、开派对的时候，他则是在钻研考古期刊跟美术杂志，或在博物馆里面闲晃。而这样子特立独行的人设，也导致他跟周遭的孩子格格不入，常常被霸凌。而不仅在校生活不顺遂，他高3毕业那年又面临了父母离婚，爸爸也因此离开他们搬出去住。而后来，他跟母亲也因为经济压力搬离了那栋豪宅，住到小公寓里面，让他大受打击。而在成年之后，布雷维泽就成了外界眼中游手好闲的啃老族。他不仅没有成家立业，甚至连自力更生都没有做到。他没有稳定的工作，老是要做不做的，也不搬出去独立，而是窝在妈妈家的小阁楼，还把女友也带来一起住。不过，这个看起来废废的年轻人还有另外一个秘密身份，他是一名专偷艺术品的窃贼，而且战绩相当的惊人。布雷维泽第一次窃取博物馆的馆藏是在1994年的春天，他22岁的时候。当时他跟女友参观了法国东北部城市坦恩的一座博物馆，在展示柜里面看到一把18世纪的碎发手枪。布雷维泽说，他注意到枪柜上面的门板没有锁，馆内也没有监视器，也没有警卫和游客。于是，在女友的鼓励之下，他快手拿走手枪，放进了包包。犯案之后呢，布雷维泽一度害怕警察会找上门，但是几周过去了，根本没有人发现东西失窃。他紧张的心情也逐渐转变成一种自信。之后，布雷维泽就越偷越起劲。于是，在接下来的7年之间，布雷维泽跟女友跑遍了欧洲各国的博物馆、艺廊跟教堂，至少在7个国家犯下了超过200起的窃案，甚至呢还曾经在苏富比举行拍卖会之前，把要竞标的艺术品给偷走。根据统计他成功偷到手的艺术品至少高达了300多件，类型也非常多元，从绘画、雕塑、银器、挂毯到烟盒、兵器、乐器等等，几乎无所不包，体积也有大有小。那虽然这些赃品呢大多都没有公开拍卖过，所以没有非常明确的价格指标，但根据媒体的估价，布雷维泽偷走艺术品加一加呢，少说也有10几亿，甚至超过20亿美元。但或者说回来如果只偷个1-2次没有被发现，也许还说得过去。可是他这7年偷了200多次，而且成功偷走这么多东西，却从来没有被逮到过，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关于布雷维泽如何犯案，书中呢有分享大致的流程，但这边也要先提醒大家，偷窃是犯罪行为，千万不要模仿以身试法。那话说回来根据布雷维泽的说法，他犯案时的首要重点就是要让自己看起来不像个贼。所以去博物馆的时候呢，他跟女友会打扮得体，正常买票入场，还会主动跟馆方人员攀谈。而在入场之后呢，布雷维泽会拿一份导览地图，了解馆内的区域规划，像是有哪些通道啊、出口在哪里等等。接着呢，就是认真的逛展，物色喜欢的艺术品。直到锁定目标之后，他会观察周遭的环境，像监视器的位置啊、保全跟游客的数量，再安排女友帮忙把关。然后重点来了，他说要出手时呢，绝对不能够有丝毫的迟疑，因为让小偷落网的往往不是偷窃行为本身，而是作案时的犹豫不决。他会算准时机，然后一鼓作气掏出瑞士刀啊，撬开螺丝，移开保护罩，把赃物放进大衣或者是包包里。而且结束之后呢，他也不会逃跑，而是会自然的、悠闲的走出馆外，甚至呢到这个美术馆的附设餐厅饱餐一顿再回家。不过布雷维泽之所以能够屡屡的行窃成功其实很大程度是因为在他活跃的90年代，许多中小型博物馆的安检啊跟监视器的这个设备还没有像现在这么高规格，警卫的数量也相当有限，比较好避开。再加上呢，他完全不会把偷来的艺术品拿去转卖跟变现，那警方掌握不到赃物的去向，就自然很难逮到他。不过如果他都不卖掉这些东西赚钱，那他到底是为什么而偷啊？书中提到，布雷维泽其实从小呢就有各种顺手牵羊的事迹，他会在古迹废墟挖一些陶器啊、瓷砖的碎片偷带回家，或是在这个商店里面偷书、偷衣服之类的。但根据布雷维泽的说法，他最一开始偷窃其实是在跟爸爸赌气，因为他的爸爸在离婚之后，不仅人搬了出去，也带走了家里面所有的艺术品。布雷维泽觉得这等于是剥夺了他拥有这些物品的权利。1994年，他第一次犯案时偷走的那把手枪，家里以前就有好几把，但全都被爸爸拿走了，所以他才出于报复的心态偷走了手枪。但他还强调自己绝不是为了赚钱才偷窃，而是真心喜欢艺术，所以后来的行窃动机都是出自一份对艺术的爱，也就是爱到想要占为己有。因此，布雷维泽还说，他看不起那些把艺术品转卖变现的小偷，更讨厌他们用粗鲁、野蛮甚至伤害艺术品的方式行窃。相对的呢，他只会偷走那些让他怦然心动的东西，然后把这些宝贝珍藏在他跟女友同居的这个小阁楼里面欣赏。他认为自己对于美的追求跟其他庸俗的小偷完全不同，甚至还说他觉得自己与其说是罪犯，更是一名艺术鉴赏家。不过无论动机是钱还是爱，偷窃就是偷窃就是犯罪行为。那随着越来越多的展品不翼而飞，执法单位也开始找到蛛丝马迹，最后也成功的将这位一代大盗绳之以法。其实布雷维泽早在1997年就曾经在瑞士作为现行犯被逮到，只是当时因为没有前科被判处缓刑，逃过牢狱之灾。但下一次他就没有这么幸运了。2001年底，布雷维泽在瑞士的华格纳博物馆偷走了一个号角，但因为没有戴手套留下了指纹，最后被警方缉捕归案。而其实警方早就怀疑多起的失窃案可能都是同一个人所为，因此也针对过去的其他案件询问他。那在警方的循循善诱之下，布雷维泽坦诚犯案，也招认了之前那些没有被抓到的案子。那虽然一代大盗终于落网，但那些被他偷走的艺术品却只有一部分得以重新的回到博物馆展间。因为在布雷维泽被捕之后，他的母亲为了帮他灭证，就把大量的赃品丢掉或者是烧毁了。最后，布雷维泽被判处4年的有期徒刑和数十万美元的罚款。此外呢，作为共犯的女友还有协助灭证的母亲也双双入狱服刑。今天介绍这本书呢，其实是作者去采访布雷维泽本人，还跟着他去了一些以前犯案的地方，费了很大功夫所写下的作品。那么觉得很妙的是，这个真人真事在扎实的采访啊、探看之下，文字间又充满了栩栩如生的细节。但因为故事相当离奇加上作者文笔，所以整本书读起来呢，既有真实感又非常的奇幻，真的是很好的阅读体验。所以大家如果对这个故事有兴趣，想要知道更多的细节，也很推荐大家可以亲自把这本书找来看看，支持好书跟出版社哦。那话说回来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们觉得作者描写布雷维泽的方式，会让我们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或者有点像电影里面让大家又爱又恨的那种迷人的反派角色。阅读的过程当中，也一再看到他对于艺术的偏执，仿佛呼应着这本书开头所引用的王尔德的名言：“美高于道德。”那稍微查了一下，我们自己的解读是，王尔德这句话呢，应该是在讲为艺术而艺术，也就是艺术创作应该是无关道德的，不需要去迎合什么主流价值观或提供什么样的社会意义。
那如果是照这个定义来看呢，我们觉得这句话比较适合放在这本书身上，因为呢，它确实把一名罪犯描写得很迷人，或许就会引发美化犯罪跟创作自由之间的辩论。而这种状况呢，我们觉得有蛮多讨论空间的，比较没有那么明确的对错。但回到布雷维泽的偷窃行为上，我们就觉得是非对错就相对的明确很多了。因为它并不是创作艺术品，而是把艺术品占为己有，甚至还害很多的艺术品被毁掉。这不仅仅是造成了物品原主人损失更是剥夺了其他人欣赏艺术之美的机会。那这种行为我们实在呢是无法苟同。那就算说呢它是出于对于艺术的爱，那这种爱也太自私了。更让人唏嘘的是，就连这份爱恐怕也都已经变卦了。根据后续的追踪呢，布雷维泽出狱之后还是改不掉偷窃的坏习惯，还一度因为没有钱把新偷来的艺术品拿去网拍变现，成了自己曾经最看不起的人。他最近一次被判刑的是在2023年，遭到了法院判处居家软禁、佩戴监视器，真的是蛮悲哀的。那今天的最后，我们也想来问大家，在看完了这个故事之后，你会给布雷维泽怎样的评价呢？虽然是罪犯但真的是一个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不管动机是什么，偷窃的行为都是不对的 ，bad。所以最后还不是有病脉脏我毒舌一名啦？提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艺术大盗布雷维泽。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艺术品交易以及神秘的艺术家 Banksy 的相关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